嘿，你好，我是小智。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一些因缘机会之下，我接触到了 VR 并在2023年的时候入手了这台 Quest 2。而到了现在2024年，一年过去了，我也升级了我的配备，在日本买了一台 Quest 3，就这样，这台 Quest 2就被我摆在旁边长灰尘了。于是我在前阵子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我的 Quest 2让给有需要的人。对，没错，我把它卖掉了。Meta Quest 2也可以称它 Oculus Quest 2。这款 VR 在2020年的9月上市，在2022年的时候，让整个世界掀起了元宇宙的热潮，也能用低门槛入手的一款头衔。在同年的年底，因为这股热潮，让我想要做相关内容的专题，所以跟学校借到了一台 HTC 的 Vive Pro 1代来制作内容。而在这过程中，就如影片开头说的一样，我接触到了 VR 这款社交平台。完成专题后，准备要归还 Vive Pro 1代的时候，才发现我中毒了。于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入手 64G 的 Quest 2。虽然没有太好的配置，但能确保我最低限度的游玩 VR 的体验，并且 64G 这个容量，对于我玩 PC VR 的人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容量。而 Quest 2的缺点，除了透视式黑白画面、头重脚轻，以及通病、摇杆漂移的问题，其实它是一台 CP 值非常高的头衔，并且在二手市场也是能让新手用比较低门槛的方式去入手的一款头衔。在使用的这段时间，我自己算是保护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伤，并且镜头这边也有用磁吸镜片的关系，完全没有任何伤痕。但是小弟是有遇到摇杆漂移的问题，用电子清洁液清洁完成就正常了。而现在我该把它整理好，准备交给下一个主人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那一天。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带 Quest 这台 VR 了。来到这熟悉的 Quest 2的画面，还有熟悉的带环的手把，然后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更新这台 Quest 2，因为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更新了。上一次的版本也在64，现在已经68了。这台主机我记得我快半年没开了吧，拿到 Quest 3之后。所以我就想说，明天既然要面交了，那就不如先把它整理好、弄好，它就不用再做额外的动作了。等等把它复原回原厂，然后明天再拿去给它面交。回到外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这台 Quest 2给恢复到原厂状态了。我稍微查了一下 Meta 官方网站，它是说按下静音键与降低音量键到开机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回到原厂的状态。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做吧。接下来 Quest 就会出现 USB Update 的模式，然后就是它可以选择你要恢复原厂还是怎样子的动作，那我们就把它恢复原厂。OK， 这样子 Quest 2就恢复到原厂了。我是觉得有一点小麻烦啊，毕竟不像手机一样可以这么快就直接恢复原厂，是要进到工程模式才能恢复。接下来 Quest 2就恢复到了原厂画面，那我们就把它关机，充个电，然后就可以装箱了。终于我所有的配件跟 Quest 2还有旅行包我都已经收纳完成了，那就等到明天，我们就把这台 Quest 2拿去给买家，然后让他带回去，就完成我们的任务了。那我们就跳到明天的画面吧。去面交，走喽！这次面交的买家是一位外籍生，还蛮有趣的。我第一次面交是与外国人面交，接下来让我们到面交地点把 Quest 2交给他，就完成这次的任务了。Quest 2, yeah, sorry. Yeah.
Okay. Let. And everything still works. Okay. Yep. And let. Yeah. Yep. Okay. Yep. Okay. 2. Okay. So you can press for the controller. Yep. Controller. Yeah. Okay. Okay, cool. Okay. Okay.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nice to meet you. Okay.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Okay, see you. Goodbye. Bye. Bye. 面交完成后，在回家的路途中开始飘起一点小雨，感觉有点感慨。没有他，可能就没现在的我。他让我进到了下一个层次，并且让我认识了一群想象力与创作力极强的人。在这个环境之下，让我鼓起勇气想做我自己的事情。谢谢你，Quasar 2，我总有一天还是会把你收回来的。